这应该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之一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想到会遭遇抢劫。手机被抢，前后不超过5秒。我知道非洲旅行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测，只是没想到真正发生时会如此突然，突然到我一脸懵逼。坐上当地的公交车，我准备去到码头，赶上轮渡，然后去到奴隶岛。Just bought the ticket. Now I'm at the waiting hall to wait the ferry to come and take us to the island. 一切很正常，我开心坐上轮渡来到奴隶岛。奴隶岛沉重历史味儿很足，毕竟当初很多的奴隶就是从这里被卖到美洲，永无回头之日。抛开沉重的历史，我拍了不少小岛的美丽素材。手机被抢，5秒之内化为乌有，最后只留下这乏味玩水的无聊片段。手机是我为了拍摄更优画质素材才刚新买不久，为了图片、视频存储不影响手机正常运行，我也是买了较大的内存，无疑价格上本身就不低。抛开金钱上的损失，最大的损失还是宝贵素材、个人宝贵信息的流失。还好我有每次拍摄完毕当天分类存储素材的习惯，不然这之前拍摄的很多素材将全部化为泡影，这也是我唯一的、仅有的小安慰。你会发出疑惑说，你这手机怎么就被抢了？我当时也很纳闷，我的手机我天天挂在脖子上，它不应该啊。但是结果就是骑在摩托车上的2个飞车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呲溜就把挂在我脖子上的手机给拽走了，就跟我现在在叙述这段话一样快。手机没了，一下子有点崩塌，毕竟我很多的东西都在手机上。最后还是冷静下来，我踏上了达喀尔寻迹这条烂路。人生地不熟，没有手机，我无法搜地图来确定附近警察局的地方。法语不通，我就用我的英语加上各种手势，磕绊绊，我来到了找手机的第一站 ，Colaban Police Station。This is the police station. 到警察局，我告诉他们我现在的情况，但是他们只是懒洋洋的胳膊来腿不来的一副旁观者吃瓜的态度，根本没有抓紧时间帮我处理事情。随便找到张纸，装着在办事的样子，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和名字，连找回我手机最可靠的 email 码他们都不曾问到。我最终收到的信息就是，今天快下班了，明天再来吧。通过和手机连着的电脑，我看到了我手机的大概位置就在 Colaban 的大市场附近。我天真的用着我的备用手机，顺着地图，还真的来到了这个市场。哇！我的手机离我越来越近，这是个卖手机的地方，我知道我的手机铁定就在这附近，我有点激动，但是激动有个屁用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手机在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，但我却无能为力。这是我来的第2个警察局，因为上一家警察局在第2天去的时候，他们突然说我应该去马迪拉 Police Station， 我直接吐血，就这么一句话的信息，为什么昨天不说？来到这个警察局又是同样的脚本，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我看不懂的字儿。他们是过问了，只是他们问的大多数的问题对案件的处理丝毫无用。但是好的一点是，终于有人问我手机的 email 码了，有点专业了，但是中途写笔录的时候，他们让我给一个老头1000西法，让他帮我写笔录。1000 Why? I can write by myself. I don't understand why I need to pay here. I'll go on the complaint. 我已经损失惨重，现在还要让我付钱写笔录，直接被我拒绝了。要知道这个老头连我的联系电话都写不对，最后还是我通过使用翻译软件自己写的笔录。You got used to such kind of way of doing all the different kind of things because here in Africa we have the Africa style, Africa time. 我尝试一切办法试图找寻手机，看了不少人的寻迹分享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找到了手机，但是竟然会觉得只要我不放弃，找到手机的奇迹就一样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天天查看手机的地址，前后去到当地的电讯公司 Orange， 更是去到他们的企业办公室 Sonatel， 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告诉他们我手机的 email 号码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我能找回手机的最可能的突破口。但是最终等了2周时间，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信息。我现在云淡风轻地说了事情的结果，但是事实是中途光得知应该去哪个部门做什么事，在去一个部门之前需要得到警察的什么允许函，都是极其耗费心力、耐心、激情的事情。我有时会跟当地的朋友提起手机被抢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给到一些建议，但是90%的人会跟你说，我很抱歉你丢了手机，但是在达喀尔手机被抢是太普遍了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被抢过手机，去警察局相关的部门报案，他们每次也只是搜的样子，从来都不会管的，手机丢了就别再想找回来了，他们连头上的假发都抢，手机算什么？那天我去 Section de Recherche Colaban 报案，这是我来的第3个达喀尔执法部门，遇到了和我一样的被抢电子产品的兄弟，但是他比我更惨，歹徒入室抢劫，抢了他的苹果手机、苹果电脑 everything。同病相怜，我们沟通了好一会儿，只有相同处境的人才能做到感同身受。他们说这个 Section de Recherche Colaban 是找手机最牛逼的地方，听见后我真的觉得找手机有希望了。可是后来发现又是白费功夫，只不过人家业务略专业些，会要你的 email 码，并当天就给电讯技术公司 Sonatel 发执行令，但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。我怀疑他们压根就从来
没有用过我的 email 码追踪过我的手机。为了找手机，我真的是去了太多的地方。对了，我还去了 Brigade Research， 他们又是装腔作势让我写什么笔录，说让我等1周给我结果。但是1周后，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不住在他们那个辖区，我不归他们管，我应该去我所住的那个辖区。你们这么傻，我真的谢谢你们哦！你们就告知这么个弱智信息需要花1周时间，可想而知，受害者入土了也别想等到你们的破案结果。此外，抱着试试的态度，我还联系了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，而且竟然联系上了。我挺惊奇，他们倒也有配合和达喀尔警方联系，只是他们表示对抢劫这类事情，其实他们也挺无力的。从你们说话的语气和你们的态度，我就看出来了。对使馆这边也是，如果你不厚着脸皮跟他们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想试一试，那么他们也是会在劝退你之后不了了之。在你没有再三要求下，他们是不会配合你主动协助联系当地警方的。你只有厚着脸皮不厌其烦地说你仍然需要帮助，他们才会协助你。 Now seemed like nobody. Just now a gentleman gave me a number, so I will call. 故事讲到这里，我已经心力交瘁，因为故事从始至终就没有任何好的转写，我的信心、耐心所剩无几，我宝贵的时间就被这样一群毫无责任感的执法人员白白浪费着。我很自责，我在这样一个地方浪费着宝贵的时间，但是同时又没有任何动力、心情、精神去做任何积极的事情。要不回家吧，看了看机票，6000多，心塞。不穿越非洲了，再找个工作吧。好不容易相中了一个，鼓足勇气，精心准备好简历，发了邮件，2周后发现压根没发出去。好机会就这样错失，每天还得想办法要上家公司海南重火农业有限公司拖欠我的工资。只有最后一条路了，就是买新手机，重新上路。OK， 我联系了妹妹，让她帮我在国内认识的人那里买手机。妹妹的联系人因为沟通问题，就浪费了1周时间。终于手机折腾好了，要发空运了，空运那边还出幺蛾子，一般3天就到的东西，那次我足足等了20天。所有的坏事情都挤在了一起，全世界都对我不友好。明明都和自己和解了，决定重新来过，结果脚还没站稳，就又被摁倒了。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我还在路上，对啊，因为我不甘心，我做了那么多准备，我吃了那么多本来我不该吃的苦，只为了完成2024年对自己的一个承诺，穿越非洲。铁矿车我都扒了，一直期待的东非还没有去，埃塞回国才2000多。顶着各种压力和无数的不甘心，我逼着自己沉静下来，最后终于等到了手机到达达喀尔。去昆仑快递取快递的那天，本来打算把那个兄弟狠狠地骂一顿，但是意识到他也只是一个打工的，我骂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时间已经被浪费了，手机被抢后，塞内加尔一时间变成了我最讨厌的国家。但是现在想想，抢劫这种事情在哪个国家都可能发生，难道我要把所有的国家都讨厌一遍吗？被抢手机是对我影响很大，但是如果失去了所有斗志，停滞不前，那我的损失会更大。我最终跟自己和解了。截止今日，歹徒还时不时地给我的短信和 WhatsApp 发钓鱼信息，试图骗取我的 iCloud 密码。我也懒得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我那手机就留给你们破解一辈子密码吧。到今天了，距离事发已经3个多月了，但是对现在正在编辑视频的我来说，这些记忆仍然是一种折磨。我很想抹掉这些素材，但是我不甘心，不管是对内心的强烈委屈、不满情绪的发泄也好，还是对相关部门的敷衍了事、尸位素餐的荒谬行为的控告揭发也罢，我终于决定要剪辑这支视频了，并以我真实的经历告诫大家，非洲旅行有时真的会遇到抢劫。希望我的亲身经历可以或多或少提高你的警惕心。没有遭受抢劫，只是因为你此刻运气好，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种事情永远与你无关。最后，希望看到这支视频的你，永远不要遭受此等经历。